你最近是不是感觉事事不顺，努力了却没结果，善良却总被辜负？别急着认命，佛门里藏着一个古老的秘密，当一个人业障变重的时候，有3个地方必须常去，那是消业最快、转运最猛的道场。可惜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，更不知道去了该怎么做。这不是迷信，也不是鸡汤，而是实实在在能改变命运的修行方法。佛陀在地藏经里说过，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业力的力量大到可以挡住须弥山，比大海还深，甚至能阻断一个人成佛的路。你明明很努力，却总是事与愿违，明明心地善良，却总遭遇不公。不是老天不长眼，而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起作用，那就是业力。但佛陀也给了我们希望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，业障再重也是从妄想来的，只要找对方法就能消掉。那3个地方到底是什么？我先讲一个1000多年前的真实故事，你听完就明白了。唐朝时有一个年轻人出生在长安城的富商家庭，他父亲乐善好施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，父亲对他期望很高。可在他19岁那年，命运突然翻脸，朝廷来了一个贪婪的节度使，看上了他家的产业。那人勾结恶吏，捏造了通敌叛国的罪名，把他父亲抓进大牢。年轻人变卖家产，四处申冤，所有努力都石沉大海。3个月后，父亲死在狱中，官方说是畏罪自尽，他知道那是谎言。更惨的是，家产被没收，他自己也被判流放岭南，终身不得回来。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？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却要承受一切。他在押送路上内心充满了怨恨，恨那个贪官，恨见死不救的亲戚，甚至恨老天爷。他开始怀疑因果，为什么父亲一辈子行善却落得这个下场？为什么作恶的人反而活得好好的？这个疑问像毒蛇一样缠着他。岭南的路途漫长而艰辛，那时是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。他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加上心中郁结，走了不到1个月就病倒了。押送的差役把他丢在一棵大树下，留了几天干粮就走了。他发着高烧，意识模糊，觉得自己可能要死了，甚至觉得死了也好。就在迷迷糊糊之间，他听到一阵钟声，那钟声很远很远，又像直接在心里响起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破旧寺庙，墙壁斑驳，瓦片缺损。他强撑着身体，跌跌撞撞走过去，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，树下坐着一位老僧人。老僧人睁开眼睛说：“你总算来了。”他愣住了，我是流放的犯人，病倒在路上，想借这里歇一下。老僧人微微一笑，让他坐下，然后看着他说：“你心里有很大的结。”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所有的委屈和愤怒。他把父亲的冤案、自己的遭遇、对因果的疑惑全部导了出来，最后问大师：“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因果？如果有，为什么我父亲行善一辈子却落得那样的下场？”老僧人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问他：“你来的路上是不是经过一条河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那条河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他说：“很浑浊，黄泥翻滚。”老僧人说：“那是因为上游昨天下了大雨，泥沙被冲下来。可你知道吗？那条河在10里之外会变得清澈见底，因果也是这样，你看到的只是河流的一小段。你父亲这一世行善却遭难，恶人作恶却逍遥，但你没有看到上游和下游。因果的河流不只流过这一世，它从过去流到现在，又从现在流向未来。你父亲这一世受的苦，可能是在偿还过去的业，他这一世行的善，会在未来的河段结成果实。因果从来都是公平的，只是它运作的时间尺度超出了凡人一生的视野。他听得愣住了。他又问：就算因果公平，那我现在的苦难就只能默默承受吗？只能被业力摆布吗？老僧人眼中闪过一丝光芒，这才是关键。业力确实存在，但它不是命定。他向你欠的债，你可以主动去还，甚至加速还清。怎么还？老僧人站起来说：“跟我来。”他带着年轻人走进大殿，很小的殿堂中间供着一尊观音像，经期已经剥落。老僧人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每天卯时在这里跪300个头。跪的时候不是念佛号，而是回忆你这辈子做过的所有错事，不是别人对你的错，是你对别人的错。哪怕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一句伤人的话，都要一一忏悔。另外，你要在寺里住下来，帮忙扫地、砍柴、担水。”年轻人有些意外，这能消业吗？老僧人说：“寺庙是第一个消业的道场，不是因为佛菩萨帮你消，而是因为在这里你的心会慢慢静下来。当你的心静下来，你才能看清自己。当你看清自己，你才能真正忏悔。当你真正忏悔，业才会开始消融。但记住，这只是第一步，还有2个地方你必须去。等你在这里待满100天，我会告诉你第2个地方。”就这样，他在寺里住了下来。
每天跪300个头，跪到膝盖磨破，跪到腰酸背痛，回忆自己的错。他有什么错？错的是那些害他的人。但老僧人的话不停回想，不是别人对你的错，是你对别人的错。他强迫自己去想，想着想着，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无辜。他想起小时候嘲笑过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穿的破旧，想起少年时为了跟朋友炫耀而冷落过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下人，想起父亲教训他时心中升起的厌烦和不耐。这些事儿当时觉得没什么，现在回想起来却羞愧难当。他开始理解老僧人的话，业就是你种下的种子，一个不好的念头是种子，一句伤人的话是种子，这些种子迟早会发芽，而忏悔就是在种子还没长大之前主动清理它。当你真心觉得我错了的时候，那颗种子的力量就会被削弱。100天很快过去了，他的眼神已经跟之前完全不同，少了很多怨恨和迷茫。老僧人在菩提树下等他，你准备好听第二个地方了吗？他点点头，第二个地方是深山，从这里往南走有一座山，山里有很多洞穴，你去那里独自住上一段时间，住多久不知道。当你知道该离开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在那里要做什么，什么都不做。你只需要跟自然待在一起，跟自己待在一起。在寺庙里你学会了忏悔，在山林中你要学会放下，只有真正放下了，你才能去第三个地方。第三个地方是什么？等你从山上下来，你自己就会知道了。山比他想象的更荒凉。他走了5天才找到那些洞穴，一路上只有野兽的叫声和虫鸣鸟啼。他选了一个背风的洞穴，用树枝和茅草简单布置了一下。一开始觉得跟在寺里差不多，只是更安静，但很快就不一样了。在寺里每天有固定的事要做，可在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他自己和这座山。前几天还好，他可以靠采野果找水源打发时间，但当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，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感涌上来。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事做，他只能面对自己的内心，而内心是最难面对的。那些他以为已经放下的东西又开始冒出来。父亲临死前是什么感受？如果当时我再努力一点，是不是就能救他？那个贪官现在是不是还在享受荣华富贵？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完了？这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，让他夜夜难眠。他明白了为什么老僧人让他来这里。在寺庙里，他学会了看见自己的业，学会了忏悔，但忏悔只是第一步。那些深植在内心的执念，对过去的执着，对公平的执着，忏悔消除不了，他们需要被放下。可怎么放下？他想了很多方法，却发现越想越痛苦。每次告诉自己我要放下，那些念头反而冒得更厉害。就这样挣扎了1个多月，他几乎要崩溃了。那天傍晚，他坐在洞穴外的一块大石头上，望着远处的山峦发呆。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色，山间的雾气像轻纱一样缭绕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注意到眼前的一棵树，那是一棵老松树，不知道在悬崖边上长了多少年。树干扭曲变形，一半的树枝已经枯死断裂，但另一半依然苍翠顽强地向着天空伸展。他盯着那棵树看了很久很久，忽然间明白了，那棵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下什么。他不会想我要放下那些枯掉的枝干，它只是继续生长。当某些枝干死掉了，他就让它死掉。当新的养分来了，它就长出新的枝叶。他不执着于过去，也不执着于未来，他只是活在当下。这一刻他才懂，放下不是一个动作，不是你做出来的。放下是当你不再紧紧抓住的时候自然发生的事情。他之所以放不下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放下，这个努力本身就是另一种执着。那一刻他大哭了一场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释放。所有积压的东西，对父亲的愧疚，对命运的不甘，对那些人的恨意，都随着泪水流了出去。他不是决定放下他们，他只是不再抓着他们了。他在山中又待了2个月，这2个月跟之前完全不同。他不再跟自己的念头搏斗，而是像那棵老松树一样安静的存在，每天看日出日落，听风声水声。他发现大自然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当你真正融入其中，你的心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平静，不是压抑，不是控制，而是真正的平静。那些曾经困扰他的问题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变得不再重要了。父亲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他能做的是好好活着。那个贪官因果会处理他，不需要他来恨。至于未来，未来还没来，何必现在就担心？3个月后的一天清晨，他醒来，看着洞口的第一缕阳光，心中忽然升起一个念头，是时候下山了。他知道这就是老僧人说的，当你知道该离开的时候，下山的路比上山容易得多，不是因为路好走，而是因为他的心更轻了。他走到山脚下的一个小镇，遇到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哭泣。
原来老妇人的儿子重病需要一味珍贵的草药，但他没钱买，他身上早就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。正想着怎么帮忙，忽然看到不远处一群人在围观什么，走过去一看，是一个商人的马车陷进了泥坑，几个仆人怎么都推不出来，他二话不说卷起袖子帮忙推车。在山里生活了几个月，体力比以前好很多，很快就把马车推了出来。商人非常感激，问他想要什么报酬。他想了想，指着远处的老妇人说，那位老人家的儿子需要药，但他没有钱，如果您愿意帮他，就是给我最好的报酬。商人爽快地让人拿了5两银子给老妇人，老妇人感动地跪在地上磕头。那一刻，他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和喜悦，比他以前富贵时得到任何东西都要强烈。他忽然明白了第3个地方是什么。老僧人说过，当他从山上下来，自己就会知道，第3个宵夜的道场不是某个特定的地点，而是任何你行善的地方。寺庙让你忏悔，山林让你放下，而行善让你积累新的善业，真正转化你的命运。这3个地方缺一不可。如果只有忏悔没有放下，你会一直活在愧疚里；如果只有放下没有行动，你只是消极等待；如果只有行善没有忏悔和放下，那善行会被功利性污染。只有3者结合，业力的转化才能真正完成。从那天起，他开始行善。他没有钱，但他有力气有时间，有一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。他帮农夫收割庄稼，帮船夫撑船，帮迷路的旅人指路，帮生病的人寻医问药，不求回报，甚至不想让别人记得他。他只是单纯的去做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对的事。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，他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提供他食宿，有人教他读书识字，有人跟他分享佛法的智慧。他的流放身份渐渐被遗忘，大家只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到处帮助别人，人品极好。5年后朝廷大赦，他的罪名被赦免。10年后他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善人，但他没有追逐功名利禄，而是选择出家，回到了当初那座寺庙。老僧人看着他说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现在你才真正准备好开始修行。这就是3个宵夜道场的故事。最后给你几个实际可行的方法。关于去寺庙，很多人觉得就是烧香拜佛求个签，真正有效的方式是进寺庙前把手机关机，在心里设定一个意图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求什么，而是为了看见自己，面对自己，清理自己。进寺庙后不要急着拜，先在大殿外面找个安静角落坐一会儿，闭上眼睛回顾最近的生活，有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，有没有说过伤人的话，然后带着这份觉知去拜佛，跪下来的时候不是祈求什么，而是忏悔。拜完之后在寺庙里找个安静地方坐一会儿，感受那份宁静。这样去一次比你漫无目的的去10次都有效。关于亲近山林，不一定非要去深山老林，任何能让你接触自然、独自安静的地方都可以，比如郊外的小山、城市边缘的树林，甚至附近的公园。关键是把手机收起来，就只是走路或坐着看风景，不需要思考什么，不需要试图放下什么，就只是让自己存在于那个空间里，感受风、阳光、树木、泥土的气息。有念头来了，不抗拒也不跟随，让它来，让它去。坚持每周至少1次，每次至少1小时，很多在心里堵了很久的东西会不知不觉流走。关于日常行善，最常见的误区是被很多人忽略的善行，那就是不造恶，不说别人的坏话，不背后议论是非，不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迁怒他人。这些不做其实也是一种善行，而且往往比做更难。每天结束的时候问自己，今天我有没有伤害到任何人？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修行。另外，持续性比强度更重要。宵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就像水滴石穿，不是因为水有多大的力量，而是因为它从不停止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是一杯浑浊的水，你打算怎么让它变清？是不停的搅动，还是让它静静的放着，让杂质自然沉淀？你越是焦虑挣扎，它反而消得越慢。但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去寺庙，去山林，去行善，你会发现清澈的人生其实一直都在等着你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无解的困境，只有不愿意转变的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在经历困难的朋友。别忘了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